是老司机。真的，我是工作狂，正中下怀。那天天穿高跟鞋，我们都没喊累，那鞋里都是增高鞋垫。哎，我们要是有机会可以开车出去旅行就好了，没有机会咱俩就创造机会。我有一个队友就问我是要成为不可被替代人，对吗？我说对。哇，所以你知道你的力量有多大吗？太好了，欣欣，我们真的人生就是需要这些回忆和激动的那个瞬间。加入芒果 TV 会员，每周5、周6 12点抢先看乘风2024，尊享姐姐请上车、乘风运动会、天真时间等更多精彩衍生。哇哦，欣欣，我来了。哎呀，走，走，我系上安全带呀。哇，我都不会开车，我可是老司机。真的。你没有想过要学开车吗？不是，我是因为总是脑子总爱那个什么，就是、开小差。对，开小差，所以我就觉得这事有点对我来说稍微有点困难，我就算了。我们去哪儿溜溜？总之，暂别排练厅比啥都强。你们今天练怎么样了？还行，我们就是这班选的这个其实有点难，有点现代舞风格的那种。我看你们选的是那个歌，是不是蒙眼睛？对，蒙眼睛那个。啊，那个其实真的很适合你。因为不是雾的主题吗？我就觉得那个啪特帅。我当时选歌的时候，我还在想，我还猜，我说你们会选哪一个？哎，那我问你一个问题啊，你为什么上来就选碧婷，而不是去选一个唱将的？我跟碧婷是有一个渊源的，就是她当时演的一个剧叫《小时代》嘛，对，人物主题曲是我唱的。哦，对，哇，好巧啊！对，所以这次初见面的时候也跟她聊了一下。对，初见面我们坐在一起嘛。对，对，我想起来了。但我就觉得她好腼腆呀，然后但是我看她的眼神和状态，我觉得她这个姐姐既然来这个节目，应该也是想说突破一下自己。那天我不是看见她要进你们那个化妆间，然后我就忽然喊丽阳，我说你这次要跳喽，她就很有自信的看着说，就真的那一瞬间，我觉得她有一种愿望，是吧？对。那我的感受应该是但是对的。可能他在纠结中，但是你帮他把这个纠结就是给解决了，一下他就一起去圆他那个舞蹈梦了。我觉得他也是想跳的，因为那天我一问他，他很坚决过来说，对啊，练舞吧，就好可爱。而且你知道这一次我的队伍里面，就都是这种很温柔的姐姐啊。对，你张雨绮啊，张雨绮，对，吴恙、苗苗，还有 Tia， 对，唯一好一点 Tia。什么叫唯一好一点？就是性格就外放一些，外向一点，对，外放一些。然后对那几个姐姐就是很安静但是我也在想，为什么安静的姐姐都选了这首歌？那其实就是大家都是想突破自己。我其实也是觉得这节目它并不是凸显个人，它还是凸显团队作战的就是它就是一个以这种形式在舞台上的表演，还有大家要团结一致去完成一个任务，我觉得这个可能更多一些。哎，但是我跟你说，那个发如雪真的太美了。狼牙月，一人憔悴，我举杯。就你们每一个人出来的那个画面，我都鸡皮疙瘩掉一地，就每一次都是歘一下，就从脚到头，包括你们的服装跟整个的这个舞台上的置景。你知道，因为你们刚上场的时候是全黑，然后这个看不见，对，全黑以后呢，歌一响起，就是有那种置景的剪影，就是能先看到置景，看不到你们人。然后我们就说 ，what 有凉亭？就是凉亭，但是凉亭，对，也是凉亭，在旁边就死了。侧面说 what， 居然把凉亭搬到了台上。那你们知道吗？你们那个我和浩宇爱到疯。我实现按部就班的状态，
这么甜的那个整个的状，而且我告诉你，幸好你们也不是纯是几个甜妹，如果那样的话，我就觉得有一点过甜。那个时候有点顺撇儿，所以那一天正好有你呀、甜甜呀，你们就把它掰开了一点点，就让它也有那个浓度降下一点，所以就非常合适的一个甜淡度。而且真的，你们演完了以后，我瞬间压力就上来了。真的吗？嗯。有一个东西是什么？就是你们的那种仪态。真的训练得很好，就是大家的虽然各有特色，都在一起，但是很统一，对，就是那种神韵，是的，特别美。我们看不见镜头，但是我们就是想着把自己那一趴完成的，尽量大家就是要在一起。最好是不要让别人看出来这个是刚刚组建的团队，最好让人觉得呀，这4个人就是在一起的。本节目由极客 X 赞助播出，精致摩登 SUV 极客 X 带你玩转都市。我今天开制作会的时候，我还跟导演提，我说我有一个就是题外话的请求啊，他说什么？我说能不能在现场给姐姐们搭一个现场观看区？我说我想看 live， 我不想在那个屋里看电视。好，你看那个歌迷离咱其实很近啊。就在下面嘛，但是有点低哦。那倒是但是我也还蛮想看看歌迷的视角是什么的，你不觉得吗？我瞬间觉得我是最幸运的人，就是我你能拥有这个舞台，对我能有机会就是参与其中，我都觉得真的太幸福了。这个也是我今年觉得最开心的事。义工的时候，其实咱们练习室是在对门嘛，对。其实我不想去看的，是吗？但我总从你们门口路过，然后你瞟到一眼就瞟到你们那小身段的背影就真是控制不住去看一眼，所以看了你们半首歌，你记得吧？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看过尚雯婕他们，对，是因为他们组团大大方方冲到我们的练习室来点名说要给我们跳一遍。对，我听说了，因为我们团队姐跑到他们团队去，然后他们已经休息了。那好，那我们先走了，就是谢谢哈，那个不用看了哈，你们休息哈。结果呢，他说不行。进来，然后把我们团队的姐姐抓进来，然后把门一关，我就要给你跳一遍。对，后来他们做交换，然后也把我们拉过去，然后到6点半，他们还在等我们，就要给我们跳一遍。你听我说，他这个方案也是非常好的。我后来发现了，因为不停的这样子，才有那个我们之间就会提一些建议和意见。我觉得我们下面再去做准备的时候也可以用这个方案，就互相看一下我们排练的时候用了一个方法就是因为我有一天练不动那个舞蹈了，结果我就坐下来看他们，然后我们就搬了一把椅子坐在他们的正对面就是大家都不对镜子的那种形式。然后我在坐在那儿的时候和我们一起练习的时候看到的感受完全不一样。是啊，后来我们就开始用这个方法，就是每一个人都轮着坐到前面去看其他人你会发现很多新的感受。哎呀，我们就是方法比较枯燥，就是一遍一遍的录在手机里拿过来放。哎，你这个脚，你这个腿，你这个手，你这个腰，你这个头，哎，就是一直在这样。其实有一些方法虽然就是很枯燥或者怎么样，但是出来的效果它真的就是好。这是什么？这是啥呀？小吃吗？一个我。那我们要下去买了，因为我怕会拉肚吗？不会吧，应该。但是我跟你说，因为这里东西会比较辣一点，但是我也已经适应了。我们去看看吧。你要去啊？我们去看看吧。你饿不饿？我还好，我其实有点饿，但是我真的是觉得，这个串看着挺健康的，有菜有肉的。日式串，要不要来点？不要了吧，咱俩逛逛透气儿挺好。咱俩可以在这儿，吃2个小串。我以为你说咱俩可以在这儿练一下下午下午学的东西，这是咋了？这是你想喝吗？百香这是可以鸭屎香柠檬茶，白月光柠檬茶，没烦恼是什么？哪有没烦恼？这儿
要没烦恼。行，我也觉得没烦恼吧。名字一听就想喝。来，我没拿手机，那你请我喝吧。你拿了手机，我也可以请你。下次我请你喝。好，我们坐呗。好吧。哦吼，它也不冷，现在。11年的时候我们比赛，我哪儿都没去过，就待了大半年。那我这次来长沙哪儿也没去过，我就是来，也跟你一样，当年一样来比赛的。但是当年你做评委的时候，你那时候就是有去转吗？啊，没有，也是挺累的，我觉得。也是工作完然后就去对因为其他工作。那个时候。你说的那段话嘛，啊，就是说要成为不可被替对代那句我真的控制不了了。你知道我后来特别没有想到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啊后来就是因为队伍就是跟以前的队伍我们都是拆开了，啊然后我再回到原来的宿舍，然后跟我原来的室友我们在聊天的时候，啊就聊到一些就是未来组队呀，然后我们啊自己对于自己事业的规划一些事情。啊！我有一个队友就问我，他说是要成为不可被替代的人，对吗？我说对。哇然后那天跟他聊完了以后，又有一个就是新的队员来跟我聊天，啊！然后他问了我同样的话，天哪！你知道吗？就是所以你知道你的力量有多大吗？太好了，谢谢。我就觉得，哎呀，好像那个时候我好像就突然，因为我就是你，然后他们就是那个时候的我，哇！你懂这种感觉？我懂，我懂。然后我就觉得，如果有一天他们也成熟了，也做得很好了，也会有下一个我。嗯。所以你知道你二团当了团长是吗？然后你在台下说我的时候，我就是真的又还是那种很激动，你知道？你说我一直在追你，知道吗？其实你知道我想说什么？不对，你今天已经超过我了，对吧？真的，人生就是需要这些回忆和激动的那个瞬间。是的，对，就是因为有这些瞬间，所以我觉得还特别有意义。这种瞬间真的，你知道，就会一直鼓励着我。太好了，真的让我成为更好的人。然后他也给了我能量，帮助别人。太好了。我看到你虽然性格是大大咧咧的，但是还是很温柔的。好像我就是电力有点足吧，也就是我属于静和动特别极端的人。所以有的时候你如果只看到了我一个部分或者一个时期，可能你觉得那个就是我，但是可能又过了那个时期，过了那个部分，哎，这个人是他吗？就我觉得好像我就好像有点丰富。其实现在大家都会有挺两面的时候，对，就是白天很欢脱的时候和晚上深夜 emo 的时候。你有深夜 emo 的时候吗？我有点少，但是我昨天较脸，我跟你说。你昨天咋的？哇天！昨天半夜4点录完像，我回到宿舍，然后我回到宿舍，我忘了摄像头还没盖，那会儿太累了，我直接冲进厕所去洗澡，没关门，知道吧？我突然用余光看到好像有个摄像头没关啊！我就
在厕所大喊，然后赶紧把门关上，围上浴巾，然后偷偷开门，特别忐忑的过去看那个摄像头，一看，哦，才发现那个摄像头没有冲着厕所的门。我经常会忘了，我就在想，妈呀，我如果进去直接哇，我怎么办？我怎么办呀？对我，但是这个片刻都是在，真的是太累了，可能才会发现这种时候。你这种焦虑不算焦虑啊，这不叫焦虑啊，你这个是2。我想那我也不，因为我基本上不会对一个问题思考太久，但是我有一个问题，这个是我焦虑的，我要死找焦虑点的话，死找焦虑点。就是我的脑子会比我的嘴快，尤其是在我去探讨音乐或者艺术的时候，所以这个时候我会跟我的工作上的合作伙伴交流起来，就得不停的去，就是我已经说这个问题，我说下个问题，他没理解，然后我还会觉得你为什么不理解？就是有的时候会伸出一个触角，你懂的，然后那边那个人没懂，对，人家说我为什么懂，然后我还说你必须懂，你懂的。对不起，对不起，太好笑了。对，这个是我有的时候是需要考虑，但是我觉得我懂了，我有个触角伸出来说我懂了。对，因为你是流星，好好喝啊，老板。对啊，对不起啊，我总是很跳跃。好好喝，挺好。冷不冷？我们要不要回去？有一点。你要不要尝一口？真的好，我喝了，我都快喝完了。我还有一堆呢。我们拿着喝吧。走吧。对。哎，我以前做评委的时候，你会觉得我是这样性格吗？给我买一杯呗。不会。啊？我觉得评委就都是评委，就像你在大街上看到警察叔叔，然后你心里就会就是有那种感觉，就是评委就是他要审判我，就是审判我天哪，就是这种感觉，就很有距离感。但是你一直支持我们嘛，这个就是心里会很快乐，很感激，但是还是会有就是他是评委的感觉，就是你会觉得他虽然很支持我，但是如果我表现不好的话，他也会批评我，然后就会很害怕。我有这种感觉。原来这样呀！我觉得我最近就最近这2年变化特别大，我自己的心态，因为我之前也挺容易轴住的，对，然后也会有焦虑的时候。那这2年呢？这2年我就不知道为什么。那会不会有一个点，砰就开了？有那个点吗？你知道我人生就最不好的那段时间，就是我的家里人和丹丹和自林陪着我度过的。就他们在我真的非常需要精神支柱的时候，就一直都在支持我，然后一直在告诉我，把我的自信还给我。因为我有一段时间，就是我会觉得，就是我拿了季军，我觉得那个季军不属于我的，就是因为我觉得，可能就是因为我幸运，然后我有了那个契机，大家通过那个节目认识我。其实我就觉得换了是谁，只要跟他状况一样，只要他27岁，他有梦想，然后就换了是谁，大家也会喜欢他的。我那时候就觉得我就是可被替代的，我那个当时的状况是这样。然后其实我性格怎么说呢？我不是那种特别猛的，就虽然很多人觉得我看起来特别有个性，或者怎么，但其实我的性格是很温的。然后而且我就觉得我是那种，比如在群体当中，就我是喜欢你好我好大家好的那种。对，所以就我有时候会有点矛盾吧。反正就那段时间就越陷越深，越陷越深，然后自信也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然后后来就是，但是恰好就是因为有那一段第5期吧，然后能让我停下来，想清楚我到底想做什么，就真的是就是整装出发了又。对，但是那个时间确实是很长，那段时间确实也很难熬。然后现在回想起来就是，但是有没有一件事儿，
没有灵机一动的。啊，但是就是这样慢慢转化的，就是真的是一点一点慢慢日积转化月累的好起来。包括我去重新把乐队做起来，其实都是很努力的在，不能说是自救吧，但是就是很努力的想走出来。然后我最开始去想去重新组乐队，也是因为我之前看了那个节目，第1季，然后我躺在床上嚎啕大哭，我就觉得我永远都不会有那样一天了。真的吗？对，这个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就我去比快女之前，我不是听老男孩，也是躺在床上嚎啕大哭，就，哎呀。怎么总是嚎啕大哭？我现在泪点就很低。不是，我有的时候也泪点低，你没发现吗？我泪点有点低。我发现咱俩有很多地方就特别像啊。真好，我们排练完还可以一起出来溜达。哎，我们要是有机会可以开车出去旅行就好了。好啊，是不是？下次约起来。好呀，就。目标可以不用定那么远，你知道，因为我有几个闺蜜。我跟你讲，一定不要定太远，那个就变成一个客套话。我跟我闺蜜本来讲说，哎，我们一起出国去旅行吧，怎么样？说了好几年，你看。后来呢，有的时候我就真的觉得，就别说哎有机会，我们就是想去嘛，拎起包马上就走，就这种感觉，我觉得最棒。对。其实还是不能忽略生活，生活还是很重要的。真的。不是那些，那你平常？做饭吧，我会做饭，真好。但是就是你要有朋友来家里的话，就会想做饭；自己的话就对，就懒得做那种。或者有段时间就是也是觉得自己太胖了，减肥。你有胖过吗？我胖啊。那你最胖是多少斤？120。那俩差不多呀。我其实快女的时候我就挺胖了，已经。没有，我那时候差不多有个115。没有，绝对没有，你最多110可能。那个时候，哎呦，你都不知道，我们那一季，你看我刘丹丹，我们好几个人，那鞋里都有增高鞋垫，就是因为胖，然后真的吗？然后就想说高一点能拉长比例，就不显得胖，你知道吗？哎，你说的还真是啊。我那胖的时候，我都不敢穿平底鞋，因为没脚脖了。穿平底鞋没脚脖了，你说就变成拖鞋了。变成拖鞋了。哎呀，对，然后我那时候还开玩笑呢，就是他们，你知道他们那个自林，他们穿裙子嘛，穿高跟鞋，然后说啊真累啊什么的。我说我们也天天穿高跟鞋，我们都没喊累的。你的跟在鞋里。对。会做饭的小星星。你不会做饭吗？我不会。你是不会还是不想？不是，我会，我真的，我爸妈不在家，把我饿个晕头转向，我肯定也得做吧，是吧？哎，不对，点外卖。不是，我的问题是啥吧？我对生活中这些什么开车、做饭这些，打扫卫生，我真的是觉得，我就没有那个想法去做。就是，但是我跟你说，我还是因为可能就是我爸爸妈妈对我太好了，我妈对我太好了，天天在身边，养成我这种懒惰的习惯，不要找理由。那你现在还跟他们住在一起吗？不是啊，开心。然后我有时候出差就会裹挟我妈，妈，你跟我一起吧。然后我妈说啊，还有你爸爸。然后我说啊，先别管他一天，跟我玩2天。我妈就给我跑出去了，逗死我。就是能开心一点，开心一点吧，挺快乐。我以前跟我父母就是有什么话都不说，就感觉比较难沟通吧。但是后来就我年纪大了以后，反正才能理解父母的一些事情，然后才会打破一些屏障，所以现在也挺好的。我也不是一开始就到现在跟他们那么好，我一开始也跟我爸关系不好，后来也是打破破壁了，然后就好了。之前就是老顶来顶去，我们俩就性格不合。我爸对我的那个追求不理解，因为我有点个性的太个性了，然后放弃了国有的一个单位嘛，所以他不理解我。然后呢，音乐上的，但是后来呢，成功了嘛，然后爸爸就理解我，但是他最后跟我说，我当时太感动了。他说
我不想让你做，不是不想让你，真的不想让你做，是怕你自己接受不了失败啊。我爸说你已经很好了，很优秀了，每天你又那么努力，最后你万一失败，我怕你承受不住了。他说我就你一个女儿，然后我爸那天哭了，然后我就一下就破冰了我们俩关系。然后后来你知道吗？我就很爱他，然后他呢，后来也很倔，不是吗？我都这么大了，他还能同一个拖鞋飞过来，你知道？我现在觉得好玩了，我就说哈哈，我就笑，我跟他说爸，你别老这样对我行不行？你温柔一点。我现在就真的，我现在对他一点脾气都没有。哎，相反我就觉得，哎，我小时候为什么不能这样嬉皮笑脸的对他呢？不是也挺好吗？对吧？干嘛非正经的要死跟他吵架怼？你还上过什么就是让你很难忘的舞台吗？其实我还蛮多的。伦敦阿尔伯特剧院，对，那一次的获奖音乐家音乐会，那个是让我真的终身难忘。因为在给台下所有的外国人在表演，并且得到了他们的主流媒体的认可，就我觉得那个是我难忘的。还有就是一些有教育意义的舞台吧。但是可能因为我们真的已经大多数时间都生活在舞台上，所以有的时候我也会记住那样的舞台。就比方说你在舞台上受到别人的争议，人生有很多面向嘛，它不会永远都是美好的一面，但是看你能不能就把它自洽了，你再整理好自己，继续出发。那你这么多年会不会有人对你有这种？哎呀，怎么说呢？我可能就是最有争议的时候时间段，就是比赛的那段时间吧。有喜欢你的人，当然也会有不喜欢你的人嘛。但是我其实又不是一个我自己的性格，我不是很喜欢怎么讲，就是站在一个风暴的核心。对，我不享受那种聚焦。对，我也不享受。我只享受于舞台上的聚焦。是的，其实这个是好的，就是即使你看我们是在舞台上，就等于说我们其实大部分的感情都真的投入在那个舞台上，会忽略掉很多现实的东西。就像我已经给我自己设置了一个次元在那个舞台上，其他人是进不来的，所以你自然就看不到。哇，咱们俩太像了，就真的是会进入一个次元，你就完全封闭在自己那个舞台，就是一个神圣之地。我觉得只有那里能够创造出超越现实的一种精神理想。对，不能总是工作。我其实有点工作狂，我来这儿，然后不是很累吗？我跟我们团队说，团队说，哎呀，你累不累啊，姐姐？我会说，我是工作狂，正中下怀，神经病啊！后来我就想，哎呀，其实工作当然可以给你带来那种充实感，但是生活也很重要，生活真的很重要，你要把生活安排好，是吧？我觉得生活里面有很多那种怎么讲呢，就是无声的启发。就很多时候他不会像你的朋友在告诉你这件事情应该怎么样，但是你总是能从生活中看到一些真理。对。欣欣，那你觉得参加完这个节目，你比方说今年或者明年，你最想做的事情是什么？最想做的事情带音乐队演音乐节去。哎呀，再发张新专辑。但是我又很纠结，因为我做专辑，我第一张专辑做了3年呢。所以再说吧，考虑吧。反正现在既然已经来节目了，就先努力。我觉得什么事都不想，然后也推掉了很多工作。然后就全神贯注。真好。先享受舞台。哇，摩天轮！对呀，那为什么这里有一个游乐场？等一下，不会是开到了我们原来城堡那个住的里面吧？我天，有可能是你们原来住的地方。真的吗？对呀，
天哪！哎，你当时去过吗？没有去过，我们但是你评委是知道住在是住在另一个地方，没跟你们住在一起。它这是个装饰，是不是？不会吧？你看上面有字儿。妈呀！我看一下，这是一个餐厅。这是一个餐厅。不过我跟你讲，刚才那一瞬间，我还想上去转一下。你这霓虹灯是挂在上面，你可以转一圈。这是一个餐，它真的好像摩天轮。对呀，这做的还挺吸引人的。这到底是啥呀？就是摩天轮吧，不是餐厅。就是摩天轮，但是摩天轮它上面可以打广告。天哪！那这个就是原来你那个摩天轮。对不起啊，亲爱的。那这个就是你原来那个摩天轮。对呀，就是它。那咱俩要不要进去看是不是这儿？万一是呢？都已经走这儿了。哦，这不就是圣岳菲斯吗？那有可能就是。坏了，进去看看吧。真去啊！去吧，你原来不就在这儿吗？咱俩今天就被咱俩念叨的，老念叨你比赛。那走呗，进去看，走吧。你那水还拿着呢吗？我喜欢这个。这么晚，关灯了。天哪，我都没有想到我还能有回来的一天。来，我带你参观一下我曾经的宿舍。好吧。那个，那会儿你说咱俩也没办法一起来。你有小名吗？顶顶啊！你一直叫我萨老师，我就老觉得有点远。那你觉得我应该喊你？应该喊我顶顶。我妈喊我的小名儿，我要跟你说，你笑死。叫什么？闷妞。闷妞。应该就是从这儿进。就这儿吗？对呀，它这个应该是个售票口、检票口，那就说明里边就是园区。我们就被拒之门外了。但是我觉得就算在这看看也挺好的。那会儿我都不知道是这儿城堡。今天是2011年7月12日，星期二。我是刘星。我爱吃小嘴蛤蟆。什么时候白天来一次？这两天咱俩还扯搭子。咱走吧。咱走吧，咱白天再来。哪天来？我觉得这个里边好像有个过山车，你害怕过山车吗？不是，这不就是过山车吗？不对，这是摩天轮呀。对，你害怕过山车吗？过山车咱俩别折腾了，咱俩摩天轮明天。过山车我还行。那我陪你。我陪你。海盗船我都吐了，过山车我不会吐就行。会吐吗？海盗船我是每次它不是这样来回悠嘛，然后悠的时候我觉得我恶心了，我就往后看。你就吐后头。应该不会吐，走吧，上去。走吧。还有小食品，小零食，那就放后头吧。好吧。OK， 我可以拿着这个，一会儿再吃一个。拿走，真是饿了。拿走。Go， let's go。哎呀，其实刚才它亮着，咱俩过去就好。对，结果怎么它到点儿关了？后期修几个灯吧。对。哇，黑着灯怎么进啊？这是几号？哦，4号是这个。哇，黑着灯。哦，没黑灯，往前开一点，门在那里。OK。好啦，那晚安吧，谢谢。晚安吧，拜拜。
下次见。好的，明天见，欣欣啊。嗯，早点睡觉。好的，拜拜。拜拜。拜拜。